酷耐克 CP 模块风扇 Plus 不是便宜风扇的替代品，也不是大功率充电宝的替代品，它更像是一台能吹强风、能给手机应急补电，还能接入酷耐克 CP 模块生态的小型户外电能设备。各位朋友大家好啊，这台酷耐克 CP 模块风扇 Plus 它的风力确实可以哦，充电宝容量抵制也站得住，输出文波压得漂亮，一台看起来像小风扇一样的产品，内部到底是怎么把高速无刷电机、快充移动电源、PowerPin 接口结构塞在一起的？这一期我们就直接拆开看，重点不是看它用料豪不豪华，而是看它的电机驱动、电池保护、升降压快充、电源路径和磁吸接口到底有没有按照一套完整的小型模块化电能系统来设计的。咱们话不多说啊，我们直接进入拆解。拆解有损坏和锂电池爆燃的风险，拆开后也会失去保修，兄弟们不要模仿啊。我们先把这个风扇部分拆开看一下，贴纸取下来以后，可以看到这里有3片磁铁，还有几颗螺丝进行固定。背部有一个小的 PCB， 取出这一个半透明的风嘴，把电机线把它焊开，就可以把这个内部的风筒给它拿下来，后面的防尘罩，外部的白色壳体，内部固定电机的座子，这个是电机本体，外部有硅胶缓震垫，电机上面有功率名牌，电机的背面有一个驱动板，上面有3个 MOS 管。光这个电机部分啊，做工还是不错的。我们现在拆这个充电宝部分，同样是把这个名牌给它取下来，4颗螺丝固定的，底部有一个塑料盖子，还有2颗螺丝用来固定内部充电宝模块。PowerPin 接口把它取下来，可以看到2颗21700的电芯，2个塑料盖子把它扣起来的，同样有螺丝固定。现在螺丝拿出底部的盖子，非常厚的导热硅脂贴啊，贴在这个主板上面。主板是2片 PCB 通过排针进行连接，2片板子中间啊导热硅脂贴。电池组和主板咱们已经把它分开了，先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些模块，然后再来给大家介绍内部的电路和元器件使用的情况。拆开以后，我们先看这台机器的电池保护和风扇供电部分。电池部分用的是2颗天津力神新能源的21700圆柱电芯，2颗组成2串电池架构，单颗电芯容量4900毫安时，等效容量是9800毫安时，能量值2颗合计35.28瓦时。力神新能源1997年成立，主营覆盖电池制造与销售等业务。电池保护芯片用的是深圳创新微电子的 CM1025，这是一颗2串锂铁电池的保护 IC， 支持过充过放、短路充电过流等各种保护功能。创新微电子2017年成立，专注电源管理芯片领域 IC 设计。电池保护这里可以看到一颗思印2011的 MOS 管，还有一颗2010的电流采样电阻，两者一起用来配合过流、短路和负载判断。我们再来看主控及风扇电路，逻辑供电部分一共有2颗 LDO， 这一颗是南京智能星科技的 CL9903， 智能星2012年成立，主营 DC-DC、LDO、功率器件等电源管理芯片。
另一颗是苏州施瑞普微电子的 TPL820。施瑞普2012年成立，专注数模混合集成电路研发。两颗 LDO 负责给 MSU 接口芯片或者检测电路提供稳定的低压电源。整机主控采用的是南京庆恒微电子的 CH32系列 MSU， 负责按键控制、LED 提示、风扇启停、供电开关和异常保护等整机控制任务。庆恒微电子2004年成立，专注于连接技术和微处理器内核的集成电路设计。风扇供电路径可以看到有若干颗小 MOS 管，以及一颗深圳怡源科技的 AET3126CP MOS 管。它主要负责控制风扇模块什么时候上电，什么时候断电。怡源科技2015年成立，专注功率半导体器件芯片研发及销售。无刷电机部分，电机标称是5伏16瓦，转速29000转左右。背面有3颗驱动 MOS 管的私印是 J4616A， 这个结构说明它是3箱无刷电机驱动架构，配合 MCU 控制逻辑，实现调速、启动和保护。接着来看这台机器真正的核心，也就是充电宝的双向充放电电路。Type-C PD 高压接口芯片用的是南京庆恒微电子的 CH211D， 负责 Type-C 口的 PD 相关通信，让这块电能模块能够完成快充输入和快充输出。真正负责能量转换的核心是上海南星科技的 SC8911 同步升降压充电器 IC， 它是一颗高效率同步双向升降压充放电芯片，支持2串电池和双向充放电操作。南星科技2015年成立，是一家模拟和嵌入式芯片设计企业。SC8911 外围配置了一颗 2.2 微亨的合金电感，负责能量转换，还有2颗 R005 电流采样电阻，用于检测充放电电流。滤波部分用了多颗 MLCC 多层陶瓷电容。充电口的充放电 MOS 配置了2颗，一颗是怡源科技的 AET3126， 另外一颗私印是2610。Type-C 口旁边还配置了 TVS 和 ESD 静电防护器件，防止静电冲击、线材异常和外部生态干扰。从设计取向来看，这台库莱克 CP 模块风扇 Plus 是明显偏向安全、稳定和模块化整合。它最大的优点是电源和风扇没有互相的糊在一起，风扇它有自己的驱动和控制，充电宝部分也有独立的双向充放电管理，所以测试边我们看到的风扇暴力档可以长时间运行，壳体的温升也压得住，同时充电宝的输出纹波还可以做到我们频道的神级表现，这说明它是把风扇负载和快充输出分开管理了。但是它的取舍也很明显，前面测试里9伏、12伏高功率输出前段可以跑起来，后面会关断或者降到中低功率，这说明库莱克没有把这块电能模块当成长时间满功率的充电宝来设计。小体积里既要塞2颗电芯，又要带高速风扇，还要做双向快充，这个热密度肯定不低，所以他选择了比较保守的保护策略，宁愿降功率，也不让内部的器件长期顶在高温高负载的边缘。说白了，它更像一台带快充能力的模块化风扇电能块，而不是一块专门拿来长时间满载硬扛的充电宝。兄弟们，这台库莱克 CP 模块风扇 Plus， 你们真要按几十块钱的小风扇的标准去看它，会觉得它做的太复杂了。但如果从模块化电路设备这个角度来看，它的思路就比较清楚。风扇部分它确实有实力，说明它的电机、驱动和供电系统没有明显拉胯。当然，高档位的噪音也确实不小，这是强风取向带来的代价。再看这个充电宝模块部分，拆开以后也能看出，它不是简单的塞一块电池，再做个升压输出，而是用了比较完整的双向升降压架构，电池保护、接口防护、滤波设计这些地方也没有糊弄。测试里面它的功率表现，我们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它不是为了极限性能硬冲，而是偏向安全、稳定、便携和模块化扩展。所以这期视频我的最终点评是，库莱克 CP 模块风扇 Plus 不是便宜风扇的替代品，也不是大功率充电宝的替代品，它更像是一台能吹强风、能给手机应急补电，还能接入库莱克 CP 模块生态的小型户外电能设备。它的整体设计逻辑是完整的，虽然有取舍，但它是合理的。测试为了了解，猜是为真相，认真测载客观输出。我是离火车哉，非常感谢各位兄弟们一直以来支持和鼓励，有你们的陪伴，才有我一直猜下去的动力。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